楚风原本自信满满，觉得以自己的悟性，在这城池大阵外必然能够有所收获。先不说自己的这结界之力能否增强，就算是对此地阵法的掌控之法变得更深一层，那也是好事一件。只是观察后，楚风发现这城池大阵竟有保护措施，不仅防止了力量外泄，就连楚风窥探其奥秘也是没有机会。看来不行了，楚风已经确定他无法从此参透出什么。为何？女王大人则是不解，而楚风也是将缘由告诉了女王大人。可恶，是谁啊？布下了阵法还怕窥探，竟搞起了这种防范措施，真是卑鄙。女王大人气得快要忍不住骂街，而楚风也不由笑了，人家自己布的阵法做防范措施没有任何不妥，可女王大人就是如此，她没有那种正常的对错观念，她完全以楚风的利益为中心，对楚风有利便是对，对楚风不利便是错，别人的死活她才不管。世人眼中女王大人绝对不是好人，可在楚风这里，这样的女王大人她怎能不爱？但气愤之余，女王大人又对楚风道：楚风没事，他不让咱看，咱还不惜得看呢，反正这里领悟的只能这里用，离开这里又用不到。他是怕楚风因没有收获而内心有所挫败感，所以会觉得遗憾，但不会因为这种事受影响的。楚风的确不会因此气馁，因为他清楚这并非他的领悟力不足，此地阵法如此强悍，其布置者不知比自己强了多少个境界，对方若是不想让外人窥探，那他们自然窥探不到。过了几个时辰之后，小鱼儿从那里面走了出来，哪怕远离了那城池大阵，可小鱼儿身上依旧散发着阵法光芒，并且那光芒虽与大阵相同，但却有所不同，那光芒之中有星光流转，且与小鱼儿非常般配，将其衬托得更加仙气十足。最主要的是，在那星光阵法的加持下，他那结界铠甲的战力也明显比先前更强了。在楚风看来，只论结界铠甲，此时小鱼儿的结界铠甲力量已然超越了界天，但仔细观看之后，楚风又发现了异样，其实不是小鱼儿的结界铠甲变强了，而是纯粹是那星光阵法强大。简单的说，就算没有结界铠甲，只要有着星光阵法在，小鱼儿就会维持这种强大，但这星光阵法必然只是暂时的，只是短暂赋予小鱼儿强大的力量，它迟早会散去，不会真正的属于小鱼儿，就像楚风身上的结界之力一样。当然，二者不同的是，小鱼儿的星光阵法比起自身强大许多，而楚风这结界之力与其本上相差不多，甚至只论战力，还不如楚风自己的结界之力呢。大哥哥，此时小鱼儿已经来到楚风身前，且此时周身光芒大盛，他对楚风非常信任，不仅没有任何隐藏，反而主动将那星光阵法的力量全方位的展现在了楚风面前，所以楚风也能观察得出，这星光阵法增加的可不仅仅是小鱼儿的战力，他还蕴藏着破阵之法、隐藏之法、守护之法等诸多手段。你能驾驭这些阵法力量吗？楚风问道。可以。小鱼儿点头之后，还直接为楚风演示起来，他的确是可以掌控那阵法力量的。那便好，眼见着小鱼儿能够熟练掌握那星光阵法，楚风也是安心了不少。这样的小鱼儿还真就不惧怕那界天了。对了，大哥哥，我知道如何打开那宫殿大门了，咱们现在过去吧。小鱼儿说道。走。楚风应下，此地的城池大阵都已经如此撂的了，楚风也很想看看那宫殿内到底蕴藏着怎样的秘密。可在动身前，楚风又对小鱼儿说道：先用隐藏阵法隐藏身形吧。大哥哥，我有此等阵法力量在身，难道还不是那界天对手吗？小鱼儿眨巴着大眼睛问。他知道楚风让他隐藏身形，为的是防范界天，有着阵法力量加持，除了界天也没人是他对手了。现在来看，你这力量在界天之上，但是你这隐藏阵法很强，若是使用，界天应该不会发现我们。先不说这么厉害的隐藏阵法不用浪费，最主要是躲在暗处做事更方便。楚风说道。敌明我暗吗？好像听起来确实是我们更占便宜。哈哈，那就听大哥哥的。小鱼儿不仅赞同，还满脸夸赞。他在楚风面前丝毫没有仙海鱼族小公主的架子，那乖巧的样子若是被仙海少羽看到，估计都会匪夷所思，因为他都没见过自己的妹妹有如此乖巧的一面。决定之后，二人便立即动身，直奔向那宫殿行去。只是来到那宫殿前时，界天竟已在此地。最主要的是，此时界天的结界铠甲不断散发着黑色气焰，那正是邪恶力量的气息。这种情况下，此时界天所展现出的力量比楚风先前离开时还要强大得多，可以说丝毫不弱于已经获得星光阵法的小鱼儿。而在这种力量加持下，一座磅礴的黑色大阵已是贯穿天际，界天正在运用着大阵开启那宫殿大门，他的力量更强了。楚风说道。那我们怎么办？小鱼儿对楚风问道。他也能感觉到此时的界天的确不好对付，比他预想的要强大得多。等一等吧，他催动的阵法应该需要耗费不少力量。楚风说道。好。小鱼儿明白楚风的意思，就是想让界天耗费力量，然后再出手对付他。大哥哥，他开启的方法与我掌握的全然不同，可怎么感觉那大门有所动摇？他破阵的方法难道也有效吗？一番观察之后，小鱼儿也是感到不解。按理来说，他从那城池大阵内所获取的开启方法才是正统的开启方法，那也应该是唯一的方法才对。可偏偏界天运用大阵开启大门，不仅消耗巨大，且并不像是在做无用之功，那大门剧烈颤动的，若给予足够时间，好像真的会开启。他这个方法与你的不同，乃是旁门左道，但的确有用。楚风一番观察后说道。难道说我猜错了？他在通过历练之后也有所收获。小鱼儿柳眉微微皱起，他进入太古星海，通过历练之后便获得了收获，那收获便是让他可以进入心念领地，同时也让他知道心念领地那城池阵法所在的位置，包括这座宫殿位置。其实小鱼儿也早就知道了，
只是他故意没有过早的暴露，就是想通过与界天的接触来试探界天的人品，也是通过后面的一些事情，小鱼儿才怀疑界天已经叛变。而在上一次进入星念领地，小鱼儿则是确定了界天叛变的这件事。本来小鱼儿是打算将这件事情告诉首席大长老，让首席大长老直接审判界天，可当得知首席大长老竟那样偏爱界天之后，小鱼儿便改变了主意。他觉得就算告诉首席大长老，但在没有绝对证据的情况下，首席大长老也未必相信他，还不如自己将界天解决。但一直以来，小鱼儿都自信他知道的关于此地的秘密，界天是不知道的。可现在来看，界天竟也掌握了开启这宫殿大门的方法，虽然与他掌握的不同，但也不免让他怀疑是不是界天在历练之后也是有所收获。只不过界天的收获与他不一样，他这手段绝非正统，应该是那邪恶力量传授给他的。楚风说道：邪恶力量？大哥哥，你的意思是说他都能够与那邪恶力量沟通了吗？小鱼儿问。我猜测不仅能够沟通，并且已深得那邪恶力量的信任，且获得了那邪恶力量的支持，否则不会连那些率先叛变之人对界天都如此恭敬。话到此处，楚风看向小鱼儿，一脸凝重。小鱼儿，虽说你获得了此地的阵法力量加持，可这界天背后也有那邪恶力量的帮助，那邪恶力量同样深不可测，面对这界天绝不可掉以轻心。小鱼儿乖巧的点了点头，旋即再度看向界天，但哪怕明知界天不简单，可其美眸之中却仍没有丝毫忌惮，反而忽然甜甜一笑。他作为对手其实蛮有趣的。楚风与小鱼儿耐心等待，而随着时间推移，事情的发展则是越来越向楚风预料所靠拢。界天的手段虽非正统，但的确可以开启那宫殿大门，而催动那阵法对他而言却也是耗费极大。不过那道大门也正在逐渐瓦解，终于伴随一道悦耳的声响，那宫殿大门出现了一道缝隙。当大门开启的那一刻，耀眼的光华自那大门之中掠出，哪怕只是一道缝隙，但那光华掠出的却也是极多，那可不是简单的光华，其中蕴藏着特殊的结界符咒，以及强大的武力，还有点点星光，那是由武力、结界之力以及特殊星光所组成的力量。那力量还具有极为利奥的神圣之感，被那光华覆盖之后，会让人对那宫殿的渴望度瞬息倍增。它不能直接带给人任何好处，但它却在提醒着人们，那宫殿内究竟蕴藏着怎样的力量与好处，那里面必是可以惊动整个浩瀚修武界的绝世宝藏。感受到这一切之后，界天也是变得越发兴奋，他开始全力催动阵法，想要一鼓作气将这大门开启。这种情况下，界天不仅全神贯注，其身上的力量也在快速的消耗。大哥哥，我若是现在偷袭，会不会胜之不武？小鱼儿对楚风问。对待好人这叫胜之不武，对待坏人这叫聪明，叫智取。楚风说道。嘿嘿，那我可就出手了。小鱼儿说话间，掌心摊开，一团星光阵法正在其掌心盘旋，而那盘旋的阵法之内有着一道星光剑矢，威力极为恐怖。这丫头早就做好了准备，这星光剑矢可不简单，若是击中，足以将界天直接抹杀。再等一等，等他再多消耗一些。楚风说道。虽说小鱼儿这星光剑矢已经非常之强，可楚风觉得时机还不是最佳，还可以等界天消耗更大却更为放松的时候出手。好，小鱼儿也是点头应下。随后楚风认真观察，终于在他眼中一个绝佳的时机来到，就是现在。楚风赶忙开口，而小鱼儿早就严阵以待。楚风话音刚落，小鱼儿便立刻出手，一掌轰出，那星光剑矢便如解开锁链的猛兽，直奔界天飞掠而去。且此时的星光剑矢快速扩大，眨眼间便变成了长达1000米的巨剑。界天专心破阵，根本毫无察觉。当他反应过来的时候，那巨大的星光剑矢已是落在了他的身后。然而就在那星光剑矢即将击中界天之际，一团黑色气焰竟自其体内溢出，化作一道结界屏障，将界天护在当中。小鱼儿这星光剑矢威力虽强，可那暗黑色的结界屏障却也不弱。刺耳的轰鸣之下，结界屏障纷纷碎裂，可那剑矢的余威却也在此时耗尽。界天安然无恙，守护阵法是那邪恶力量在他的身上布下的。楚风虽说早就知道界天这种人的身上会有守护阵法，但却没有想到会有如此强横的守护阵法，并且楚风一眼就看出那道守护阵法并不是7届圣府的人给界天布下的，那分明是邪恶力量的本体力量。邪恶力量竟如此器重界天，在其身上布下了如此强大的守护阵法。虽说那是一次性的守护阵法，可却保住了界天一命。但界天似乎被这突然的袭击吓到了，竟呆在了原地，没有立刻做出反应，反倒是小鱼儿率先做出了反应，竟有守护阵法。但我之前对他的攻击明明也伤到了他，怎么没有发现他有着守护阵法呢？小鱼儿撇着小嘴，盯着那扩散的结界涟漪，美眸之中尽是不解。之前待小鱼儿揭露界天是叛徒的时候，便施展血脉之力对界天发动了攻势，虽然被界天逃脱，但其实也是伤到了界天的。那个时候的确没发现界天的身上有守护阵法，应该是之前的攻击没有致命威胁，所以守护阵法没有触发。楚风分析道。滚出来！忽然一声通天怒吼响彻的同时，是界天短暂的愣神之后，他已反应过来是被偷袭了，于是他一拳轰出，直奔楚风与小鱼儿的方位而来。虽然他此时仍看不到楚风与小鱼儿的身影，可刚刚小鱼儿的攻势却也让他知道了小鱼儿的方位。开门的关键时刻被小鱼儿破坏，不仅使得他功亏一篑，更是让他损失如此强力的守护阵法。此时的界天就跟发了疯一样，这一出手便是杀意满满，根本不想知道是谁偷袭的他，而是想直接将对方抹杀。但面对界天如此强力的一击，小鱼儿却是轻松化解。可在挡下那一击之后，界天的那一击竟然扩散，阵中阵，这攻杀阵法下竟藏下了破解阵法。破解阵法扩散，直接将小鱼儿的隐藏阵法破解开来。楚风与小鱼儿的身影
也是浮现在了戒天的视线之内，但只是这简单的一击，楚风就意识到戒天还真不能小瞧，他刚刚的愣神是装的，实际上是在思考，而他后面看似疯了一样的攻势也是装的，他似乎早就预料到这样的一击无法杀掉隐藏在暗中之人，于是他才施展了阵中阵，目的就是要让偷袭他的人现出真身，而这阵中阵想必已是在愣神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布置，布置好之后便立刻发动。是你们。当看到小鱼儿与楚风后，戒天的表情便不再如之前那般狰狞，之前的狰狞是装的，现在他脸上的表情才能映射出他真正的情绪，虽然也愤怒，但远没有到失去理智的地步。但他看到楚风之后仍是有些意外，你居然没死？戒天对楚风问道。然而还不待楚风回答，一道强大的结界力量便轰向了戒天。与此同时，楚风感觉到一道守护阵法将其笼罩，是小鱼儿。对戒天发动攻势的是他，用守护阵法护住楚风的也是他，并且此时的小鱼儿已是化作一道流光，径直的向戒天冲击而去。小鱼儿现出真身之后，根本懒得与戒天废话，直接便出手了。刹那间，道道强大的结界涟漪不断扩散，瞬息之间便将楚风吞没。若是没有小鱼儿的守护阵法护着，只是这涟漪便会将楚风轰成粉碎。楚风战况如何？女王大人问道。他是真的喜欢小鱼儿，所以也是真的担心，但楚风根本看不到战况，哪怕他的天眼也看不到，因为二人的速度太快了，无论是戒天的结界铠甲，还是小鱼儿的星光阵法，都是远超楚风的境界。楚风当然看不到，于是楚风干脆闭上眼睛，释放出感应力，通过这不断肆虐的结界涟漪来进行分析感应。只是一番感应之后，楚风却眉头微皱，因为情况并不乐观，还是小瞧这戒天了。楚风观察发现，戒天与小鱼儿的战斗竟是不分上下，可戒天明明已经消耗了那么多了，而小鱼儿则是最佳状态，眼下的战局显然不合常理。不对，他体内还有其他力量。但很快楚风也是察觉到了端倪，戒天的力量并不仅是来自那结界铠甲，他的身上还有着另外一种阵法力量，在给予他巨大的支撑，提供了极强的战力。正是因为结界铠甲与这股力量双重支撑之下，才使得戒天能够在消耗极大的情况下，仍与小鱼儿战成平手。当然，实际上小鱼儿那星光阵法的战力还是要略强于戒天的。之所以战力占优，可是战斗却不占优，乃是因为二人的擅长领域不同。此时小鱼儿那星光阵法虽说战力更强，可他毕竟是一名修武者，运用结界之力战斗他并不擅长，但戒天则是不同，戒天他是天才戒灵师，通过结界阵法来作战本就是他擅长的手段，因此他才能够凭借战斗技巧弥补其战力不足的劣势。而重点是小鱼儿的星光阵法也是在消耗的，这样下去比拼的就是持久度了，谁消耗的更快，谁就注定要败。可偏偏根据楚风的推断，小鱼儿的消耗速度会更快一些。楚风知道这样不行，他必须想办法。而根据楚风的一番观察，他也是很快有了判断，虽然很是隐秘，但楚风还是感应到了戒天身上的另外一重力量之中带有阵法人的气息，但却有所变化，所以楚风判断应该是那些叛徒藏在了戒天的身上，且运用某种秘宝布置出了强力阵法，由此来增强戒天战力。那秘宝必须极为强大的宝物，否则只凭借这些叛徒不可能布置得出如此强大的阵法。随后楚风再度认真观察，分析出了那秘宝的破绽，只要能够将那秘宝短暂封锁，自然就可以破坏这座大阵。小鱼儿，戒天身上有叛变之人，是他们用秘宝布置了大阵，所以才能增强戒天的力量。你现在不要与戒天正面交锋，尽可能的拖延时间，减少你身上那星光阵法的消耗。我会在这期间布置阵法，我力量有限，无法与其抗衡，所以需要融合你那星光阵法的力量。待我布置完成后，将这阵法转交给你，你将你那星光阵法的融入其中，再攻向戒天即可。虽不能击败戒天，但可破坏封锁那秘宝。没有了那秘宝，他们布置的大阵也远不足以支撑对戒天战力的加强。分析出战况之后，楚风赶忙暗中传音于小鱼儿。好，尽管楚风现在的实力远不如小鱼儿获得的力量，可小鱼儿对楚风的建议却是立刻应下，且真的按照楚风所说，不再硬刚戒天，而是选择拖延，尽量减缓自己那星光阵法的消耗。至于楚风，也是立刻开始布置阵法。他这阵法先不提本身难度，最重要的还需注意3点。第一点就是必须能让小鱼儿的阵法力量融合其中，因为楚风的结界之力根本破不开那些人的大阵，需要小鱼儿的星光阵法的力量，因此能够让小鱼儿的星光阵法之力量融入那阵法之中很重要。第二点，这阵法要做双重阵法，第一重乃是攻杀阵法，此阵法一定要足够强大，强大是真的，但也是障眼法。第二重阵法才是真正的破解阵法，之所以要布置阵中阵，就是因为破解阵法要在一定范围内才会发挥出最大的作用，所以第一重攻杀阵法要足够强大，必须让戒天全力应对，唯有这样才会让破解阵法有接近他的机会。至于第3点，就是楚风布置阵法必须隐秘，不能让戒天察觉，否则他必会阻碍。这3点都不容易做到，加在一起就更难，且加上这阵法本身的难度可谓难上加难，哪怕楚风也需要耗费很长的时间。楚风怎么不干脆直接布置一座强力的攻杀阵法？此时女王大人已经知道了楚风的意图，但她也是有些不解之处。楚风既然有布置双重阵法的经历，完全可以布置出一座更为强力的攻杀阵法，与其破解那些叛徒的助力阵法，还不如一举将戒天歼灭。戒天的手段并不弱于我，甚至可能强过我，就算是我与他战力相同的情况下与其交战，我也没有绝对的把握可以胜他。现在这种情况下，让我布置一道攻杀阵法就能帮小鱼儿胜过他，我自己都觉得不可能。而阵中阵则是不同，攻杀阵法可以不具备击败戒天的威力，但具备扰乱其视线的功能就好，这样
便可以将破解阵法隐藏得更好，可大大提高破解阵法的成功机会。虽不能直接将借天击败，但至少可以破开那些叛徒，以秘宝布置的大阵减少借天的战力。楚风的这番话解释了他的想法与观点。明白了，还是你想的周到。得知楚风的打算，女王大人也是赞同楚风的选择。楚风不是不能布置更强的攻杀阵法，只是他选择了更稳妥的方式。若是楚风自己，他可能会选择冒险的方法，但是帮助小鱼儿，他则是选择了更稳妥、更有效的方法。随着时间流逝，楚风的阵法也终于快要完成，可此时的战况却已是越发的不利。小鱼儿的星光阵法消耗的比他想象的更快，而借天的力量虽说也在消耗，但那些叛徒的助力却是更为主要的。相对来说，的确不如小鱼儿消耗的快。继续消耗下去，小鱼儿那星光阵法的力量就会消耗殆尽。那个时候，小鱼儿便只能运用楚风打造的结界铠甲来交战了。虽说那结界铠甲可以让小鱼儿施展血脉之力，但是明显也是不如星光阵法的力量更强的。那个时候，战局将对小鱼儿十分不利。好在楚风终于将阵法布置完成。小鱼儿，好了，去那边接应。楚风将阵法布置好后，为了不引起借天注意，便将那阵法向一个隐秘方位丢出，让小鱼儿过去接应。而小鱼儿也是立刻赶到，且接到阵法之后，便立刻将自己的星光阵法力量融入楚风那阵法之中。但小鱼儿的消耗太多了，在完成这阵法的融合之后，其身上的星光阵法是真的所剩不多。不过当这阵法在手，小鱼儿却能够感受到他的强大，对这阵法也是充满了信心。于是原本在不断逃脱躲避的他忽然止步，且直接将那阵法丢向了借天。此击一出，借天也是脸色巨变，只见漫天的星光之力宛如箭雨一般，以铺天盖地之威势向他攻来。那不是像是简单的攻杀阵，更像是无数道阵法组成，使其逃无可逃，避无可避。若想活命，只有一条路可走，便是将这漫天箭矢全部挡下。最主要的是，那漫天箭矢并非同时攻来，而是进攻有序，且这个顺序明显是排兵布阵过的，可以说比同时攻来更加具有威胁性。这是他的底牌吗？看到这阵法，借天的目光也是变得异常凝重，因为这座阵法与之前小鱼儿的攻势全然不同。之前的他只是用星光阵法的力量来对借天发动攻势，就像是修武者不用武技，只是单纯的使用武力与威压一般。可这次的阵法不同，这是完整的阵法，并且强度极高，非寻常界灵师可以布置而出。但借天毕竟也不是寻常之辈，虽说这阵法让他有些惊讶，可他却并未慌乱，而是在看到那结界阵法的同时，已经开始催动结界之力。只见其双掌张开，向前一推，顿时结界之力交织，一道结界屏障快速形成，且快速扩大，不仅拦在身前，且主动向前推去。这结界屏障就是要硬碰那漫天的箭矢。那结界屏障起初还真挡下了不少箭矢，但那箭矢威力太强，很快便将那结界屏障满是裂痕。二者交锋，不过但指间伴随一声轰鸣，那结界屏障如化作漫天碎片，于虚空飘散，那结界屏障彻底瓦解。不过借天却依然不慌，他并没有真的想要凭借着结界屏障就将那漫天箭矢挡下，所以此时他的手中已经分别出现了两把长达100米的长枪。那不是简单的结界长枪，乃是结界阵法。只见结界长枪挥动，便有枪气掠出，那枪气可以直接将那箭矢轰成粉碎。那碎裂的结界屏障不过是争取布阵时间的手段，手中的结界长枪才是他抵挡箭矢的应对。可箭矢太多了，哪怕有长枪阵法在手，从局势来看，对借天依然很是不利。此时小鱼儿就站在原地，望着那整齐有序，犹如千军万马不断向借天攻去的箭矢，他的美眸之中也有惊叹之色浮现。这便是大哥哥的手段吗？难怪连哥哥都认可了他。小鱼儿根本没有再出手的打算，因为他知道他哪怕耗尽最后的星光阵法力量，也不可能施展出比楚风这阵法更凶猛的攻势。胜利的天平最终会倾斜于谁，就全看楚风这阵法到底有怎样的表现了。而随着时间推移，小鱼儿对这阵法的信心则是越足，因为那箭矢距离借天的距离已是越来越近，这正是楚风的目的。小鱼儿将目光投向远处的楚风，看着那同样盯着战况的楚风，他的美眸之中竟涌现出了一抹心疼。只是在那种地方靠自己成长到这一步，大哥哥他又吃了多少苦？小鱼儿能有今日成就，也是吃了无数的苦。天赋很重要，但有天赋不努力也难成大器。可吃苦也分很多种，他的苦只是修炼的苦，毕竟还是在家人庇护下，他的生命安全是有保障的。可楚风不是，他是真的靠一个人摸爬滚打，一步一步走到了今日。又是2声刺耳的轰鸣，小鱼儿也是再度将目光投向战圈。结界箭矢与借天的枪气不断碰撞，一道道涟漪如绚丽的结界烟花，尽管危险，但却也有着别样的美。只是站在借天的角度来看，那不断靠近的涟漪却不是一个好的消息。结界箭矢太多了，任凭借天长枪挥动的再快，可那箭矢靠近的距离仍是越来越近。借天大人能应对吗？眼看着箭矢越来越近，借天的左肩之上传来一道声音，那是瘦老头的声音。如楚风所料，这些叛徒的确就藏在借天的身上，就是他们布置的阵法力量才加强了借天的战力。但是面对那越来越近的攻势，瘦老头等人也是有些担心，若是借天败了，他们也活不成。不过对于他的问题，借天只是冷笑一声，根本不屑回答。虽说小鱼儿此时的攻势的确让他意外，且那攻势的确越来越近，但却已是所剩不多，但他却有信心将这攻势全部挡下。不对，可伴随又一道箭矢被其挡下之后，借天却是脸色大变。那箭矢被轰碎之后，在涟漪之下还有着特殊的气息横扫开来，那气息速度极快，
当戒天反应过来之时，已是来到戒天身边。那气息虽无法伤到戒天，可那气息掠过身体之后，戒天便察觉到了不对。这感觉，戒天神色一滞，眼中落寞、愤怒、痛苦等复杂情绪一瞬间全部涌现而出。尽管手中的长枪还在阻挡最后攻来的残余剑士，那残余剑士即将被全部挡下，可他却根本高兴不起来。他很清楚刚刚发生了什么，他这个回合实则是吃了大亏。戒天大人，那件宝物被封住了。瘦老头的声音也是立刻响起，同时那增强戒天力量的也已然消失不见。但对此戒天却并不意外，在那气息掠过的一瞬间，他就察觉到那气息的作用了。阵中阵，剑使阵法不过是迷惑他的，那破解阵法才是对方的真正目的。他上当了。于是，在将残余的结界剑士全部挡下后，他看向小鱼儿，小瞧你了。说这句话的时候，都能听到戒天咬牙切齿的声音，被一个不擅长结界之术的人摆了一道，这让他感觉颜面无存。那不是我做的。小鱼儿将目光投向了楚风，哈，怎么可能？戒天看了一眼楚风，并不相信刚刚的阵法明明是小鱼儿的星光阵法，那独特的光华不可能是楚风具备的力量。你信不信不重要，我只是想让你死得明白而已。小鱼儿道。此时戒天已经没有了阵法力量加持，其自身结界铠甲的力量也是消耗了不少。至于小鱼儿，星光阵法的力量虽然所剩不多，但也绝对是比戒天更强的。等一下，眼见小鱼儿又要动手，戒天则赶忙抬手制止。仙海鱼儿，有一件事我必须告诉你，从一开始我就已经立于了不败之地，你此时的挣扎其实是在做无用之功。戒天说道。是吗？小鱼儿并不相信，你若冥顽不灵，执意与我斗下去，你会相信的。但那个时候我不会再给你活下去的机会，而你我其实根本没必要如此。你我来这里都不是为了拯救苍生，而是为了获取机缘。现在机缘就在眼前，你何不与我联手？戒天说道。你不配与我联手。小鱼儿说话的同时便直接出手，强大的星光阵法如一道星河划破虚空，又似滔天巨浪将那戒天拍打而去。这一击，小鱼儿将所有星光阵法剩余的力量全部施展而出，因此这一击的威力也是极其强大。见此情形，戒天也是眉头紧锁，他看得出来这全力一击只凭他现在的力量难以挡下，于是他做出了一个决定，一拍可不止你有。只见戒天手臂一扬，一个拳头大小的黑色的球体自其袖子飞掠而出，球体飞掠，先是浮现诡异光华，随后竟释放巨大的吸力，那吸力之恐怖，哪怕小鱼儿的全力一击，竟也不过瞬息之间便被那黑色球体吞噬殆尽。见此情形，小鱼儿也是目露惊慌，他没想到戒天竟有这样的宝物，竟能轻而易举的将他那全力一击吞噬，那可是星光阵法最后的力量了。这一击过后，小鱼儿只能使用结界铠甲，可哪怕结界铠甲能让其施展血脉之力，但也远远达不到星光阵法的战力。戒天有如此宝物，对于他而言可是一个极为不利的消息。但很快事情又有所转机，那黑色球体虽然厉害，但似乎是一次性的，戒天只能使用一次。此时那黑色球体已是回到了戒天手中，这可是我进入那宫殿用来破阵的秘宝，竟然害我浪费掉了一个。戒天将那无用的黑球捏碎，再度看向小鱼儿，眼中已是满含杀意。给你机会你不要，那便受死吧。只是哪怕知道形势不妙，可对于戒天眼中的杀意，小鱼儿却仍是一脸不屑。就凭你话罢。小鱼儿的结界铠甲便光芒流转，更是有滔天巨浪冲天而起，刹那间天地变色，景色变幻，这方天地都被滔天巨浪所笼罩，无数巨大的海兽虚影在小鱼儿身后浮现，血脉异象哪怕已经见过一次，但此刻再见仍感震撼。可戒天再度面对小鱼儿的血脉异象，戒天不仅不怕，反而轻蔑地哼了一声。就算没有了那些叛徒的阵法助力，可此时的他却并不惧怕。丧失了星光阵法的小鱼儿，只见其手中法诀捏动，结界之力以特殊形式覆盖全身，猛然间其周身黑色气焰如火山喷发，快速扩散，很快便遮盖了他所在的那方天地。喷发后的黑焰内，无数只血红的眼眸浮现，还有森森低吼，似有千万妖物藏匿其中。随后戒天身形一纵，携带那可怕的黑焰阵法，主动向小鱼儿攻了过去。见状，小鱼儿也是丝毫不惧，当其动身一刻，其身后的海兽虚影竟也随之移动。那阵仗相比于戒天，只强不弱。轰轰！此刻黑色气焰与海浪已是交织在了一处，如海啸般的涟漪肆虐八方。这一次二人的交战虽不如先前战力强横，可激烈程度却比先前更凶，这是真的开始搏命了。楚风，战况如何？女王大人担心地问道。涟漪肆虐，加上二人身形不断移动，楚风的境界根本捕捉不到，只能闭上眼睛，用精神力来观察。小鱼儿占优，楚风说道。不对，但很快楚风又眉头紧锁，只见戒天体内出现了数千道身影，正是那些叛徒们，就连那3位首席长老也在其中。虽说没有了秘宝，可此时他们在以自身的力量布置大阵，这阵法力量虽不如那秘宝的大阵，可却也能增强戒天的战力。至少他们的阵法力量出现之后，使得原本劣势的戒天开始压制小鱼儿了。楚风将此事告诉女王大人后，女王大人十分担心，能想办法破开那阵法吗？女王大人问。似乎不用了，楚风说道。为何？女王大人问。他们应该撑不住了，楚风说道。因为那些叛徒布阵是站在原地不动的，所以楚风能够看到那些叛徒的身上都有了不小的变化，他们身上有着奇特的符咒纹路，那是一种能够激发他们力量的符咒阵法。可也正因如此，他们此时无一例外皆是骨瘦如柴，气息虚弱，仿佛命不久矣。这种变化必然是因为之前催动秘宝而准备的，不过以那秘宝布置出的强力大阵，却也使得他们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他们这种状态，眼前这座由他们自身布置的阵法必然也是支撑不了太久。
果不其然，很快那些人的阵法力量便开始减退，使得原本占据优势的界天很快丧失了优势。你们在做什么？眼见阵法力量下滑，界天回头看向众叛徒，怒声问道：界天大人，我们支撑不住了。瘦老头等人虚弱的说道：没用的东西，就知道不能靠你们。界天冷哼一声，随后大袖一挥，有18道流光飞掠而出，那正是18道结界铠甲。此时18道结界铠甲身上竟也有黑色气焰，他们的战力单个来说虽不如界天，可是18个加到一起，可以说是丝毫不弱于界天。看到那18道结界铠甲出现，小鱼儿面露不安，他看得出来那18道结界铠甲的厉害，可同样看到那18道结界铠甲后的楚风，不仅丝毫不慌，反而面露兴奋。终于等到这一刻了。话落之后，楚风法诀捏动，此时界天也在捏动法诀，他自信满满，且法诀捏动之后，那18道结界铠甲便都如同活了一般。眼见如此，小鱼儿严阵以待，他知道这18道结界铠甲的出现对他而言形势将岌岌可危。可界天却是冷笑一声：我的目标可不是你。话落，那18道结界铠甲竟向楚风飞掠而去。见此情形，小鱼儿也是脸色大变，伴随星光阵法的消散，他在楚风身上留下的守护阵法力量也是大减，那守护阵法根本挡不住这18道结界铠甲的攻势。眼见不妙，他赶忙动身想去阻止，可界天却是携带阵法拦在了他的身前，根本不给他解救楚风的机会，反而因为他想去救楚风而露出破绽，被界天的阵法伤到了肩膀。一个阵法人而已，竟能让你露出破绽，仙海鱼儿如此善良，你可是难成大器。界天眼见着成功伤到了小鱼儿，满脸得意，可忽然数道结界光刃自界天身后劈砍而来，一切太过突然，尽管他努力躲闪，可还是被一道结界光刃击中，直接将他那结界铠甲的左臂斩断。怎么会这样？他回头观望，满脸错愕，因为攻击他的正是那18道结界铠甲，而就在他不解之际，那18道结界铠甲则是纷纷落在了楚风的身旁。是你？见此一幕，界天顿时怒目瞪圆，他仿佛明白了什么，尽管很难以置信，可楚风的确有在这18道结界铠甲做手脚的机会，可是他明明检查过，为何这手脚他会看不穿？现在明白也不晚。楚风说道：你这混账！想到自己竟被楚风摆了一道，界天勃然大怒，咬牙切齿的便奔楚风冲了过去。见状，小鱼儿就要追赶阻拦，可楚风却摆了摆手：小鱼儿，你先歇歇，让我来会会这界天。话罢，楚风便催动18道结界铠甲向界天攻了过去。转眼间，界天便与18道结界铠甲战成了一片。区区阵法人，就算用卑鄙手段掌握了我这铠甲，便真的妄想与我抗衡了吗？界天冷笑嘲讽，哪怕结界铠甲被楚风掌控，他却也不觉得楚风能够凭借结界铠甲真的与他抗衡。可是这一交手，很快便笑不出来了。他惊愕地发现，楚风对这结界铠甲的操控竟然达到了极致。开始他还能与18道结界铠甲战成平手，可随着楚风的适应，其对结界铠甲的掌控力越来越强，界天竟开始落入下风。该死！界天虽很不甘，可眼中却也涌现出了一抹狠色。他必须做出决断，一个楚风已是如此，若是小鱼儿再出手，那他可就必败无疑了。想到这里，他大袖一甩，又有一道黑色球体直奔楚风而去。那黑色球体正是吞噬掉小鱼儿星光阵法的黑色球体，此球体速度非常之快，眨眼间便来到楚风近前。靠近之后，吞噬之力释放而出，不仅将小鱼儿留在楚风身上的守护阵法吞噬，更是开始吞噬楚风的阵法力量。很快，楚风身上的阵法力量便被那黑色球体吞噬殆尽，而楚风也是摇摇欲坠，无法站稳。区区阵法人，还真想与我抗衡？我这秘宝不仅可以吞噬阵法，更是你们阵法人的克星。界天得意地笑道。尽管楚风掌控了18道结界铠甲，让他意外，可最终还是他掌握了局势。可下一刻，18道结界铠甲同时动身，18道兵刃纷纷插入了界天的结界铠甲之上。怎么？界天一脸错愕，在他眼中，楚风已经死了才对，为何这18道结界铠甲还会对他发动攻势？不解之际，他看向楚风，这才发现原本应该跌落而下的楚风不仅没有跌落，反而稳稳地站在原地，正笑眯眯地看着他。你怎么会没死？你的阵法力量明明已经被吞噬了。界天怒声问道。楚风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先伸展了一下身体，这才看向界天。是被吞噬了？可谁告诉你我是阵法人的？你不是阵法人。此时莫说界天，那瘦老头以及其他叛徒也是瞪眼双眼，神色震惊。楚风明明就是阵法人，怎么突然间又不是阵法人了呢？楚风没有说话，但身上的结界之力却释放而出。那一刻，就算他们不信也是不行。楚风的结界之力与阵法人的的确不同。你是怎么混进来的？你明明没有通过历练。瘦老头指着楚风问道。非星海世界之人想进入此地，必须通过历练。可楚风明明没有通过那历练，他连那历练场地都未曾进入。闭嘴！可还不待楚风回答，那界天却怒喝一声。虽不知为何界天呵斥自己，但那瘦老头仍是赶忙闭嘴。而界天的脸上则是呈现出了极为古怪的情绪，明明面容狰狞，满眼凶狠，可他却咧着大嘴笑出了声。不重要了，已经不重要了。界天说话的时候，那凶狠的目光也恶狠狠地盯着楚风。我不管你是怎么混进来的，我也不管你到底有何目的，我也不管你到底是谁，现在我只要你死。话落，界天身上的结界铠甲开始出现裂痕，裂痕越来越多。猛然间，那结界铠甲竟碎裂纷飞，但那碎裂的结界铠甲几乎没有一丝阵法之力，完全就是无用的躯壳。见此一幕，楚风目光也是微微变化。此时的界天从铠甲内脱离而出，竟是完好无损。刚刚的攻势虽然伤到了结界铠甲，
但却并未伤到戒天，这并不合常理，因为楚风瞄准的本身就是戒天，且在戒天身上缠绕着极为浓郁的黑色气焰。虽不知戒天为何躲过攻击，可那黑焰的楚风却是知道从何而来，将那结界铠甲的力量全部吸收到你本体了吗？但没有结界铠甲的阵法做支撑，这股力量你支撑不了太久，最多楚风对戒天竖起中指，一炷香的时间而已，对付你足以。戒天说话间，双臂猛然张开，那黑色气焰便以其为中心，以圆形状向外扩散，那是攻防一体的阵法，威力不俗。18道结界铠甲就在其身旁，面对这瞬息形成的阵法，直接便被轰飞开来。见状，小鱼儿便要出手，可楚风却摆了摆手，示意小鱼儿不用出手。起初小鱼儿还有些担心，但是他的担心很快便烟消云散。被那结界阵法推开的18道结界铠甲纷纷在半空之中调转身形，卸掉身上的力道，手持冰刃，随后再度向戒天攻了过去。而戒天也早有准备，左右手各出现一把结界长剑，那可不是寻常的结界长剑，而是结界阵法。不仅如此，其每次攻势挥出的都不是简单的剑气，而是结界阵法。其对结界阵法的掌握已是登峰造极，面对18道结界铠甲的攻势丝毫不落下风。但也只是如此，他虽能应对结界铠甲的攻势，可却也根本没有机会靠近楚风。可戒天却不以为然，反而狰狞大笑着开口：来吧，仙海鱼儿，你也来，你们二人一起，我戒天根本无惧。戒天狰狞大笑，十分狂妄，宛如疯了一般，但其实他有他猖狂的资本，没有了结界铠甲的束缚，他以自身手段催动那强大的结界之力，其实力不仅没有下降，反而得到了提升。正常来说，哪怕先前的楚风与小鱼儿联手，还真的有可能不是其对手，但眼下并不是正常情况，哪怕楚风一个人，戒天却也未能讨到便宜。小鱼儿，你就站在那里看着，对付他我就行，不用你出手。楚风直接开口，示意小鱼儿不用插手。听到楚风这话，戒天非常不爽，他看不惯楚风在他面前装逼，可偏偏他真的无法突破那结界铠甲的包围，讨不到便宜。那个521，他的结界境界明明比之前弱了，可怎么结界战力反而更强了？他难道与戒天大人一样，拥有跨越境界的结界战力？很快，寿老头等人发觉不对，没有了阵法力量的楚风再度与戒天交战，无论是对结界铠甲的掌控度，还是排兵布阵的灵活性，都变得更强。虽说戒天没有了结界铠甲的束缚，其实力也是大涨，可实际上这楚风的实力也在增长。眼下虽然二人战力持平，可戒天那结界之力的确无法长时间保持，这样高强度的战斗，也许不用一炷香，戒天便会败。不行，不能坐以待毙。想到这里，寿老头再度看向楚风，眼中已涌现出一抹杀意。可忽然，一道结界光刃飞掠而来，直接将那寿老头轰成了粉碎。是楚风，楚风感受到了寿老头的杀意，直接催动一道结界铠甲，对其发动了攻势，将其抹杀。还有想插手的，大可试试。楚风冷冷地说道。而看着那已经粉身碎骨的寿老头，哪里还有人敢插手？众叛徒皆是站在原地，连动都不敢动。可忽然，那戒天再度狰狞地大笑起来，随后他竟站在原地不动了。但他那结界铠甲的力量明明还没有消耗完毕。521，我现在不还手，有本事你来杀我呀！我看你能否做到。戒天挑衅地看向楚风，楚风没有说话，但却也没有惯着戒天，手中法诀变化，一个手持大刀的结界铠甲一刀便劈向了戒天。可就在那大刀即将落在戒天头顶之时，却停了下来，不是那长枪不动了，而是根本砍不下去，一冲无形的力量挡下了那大刀。猛然间，一团黑色气焰自戒天身上喷涌而出，那气焰缠绕大刀，大刀便开始焚毁。随后黑色气焰缠绕住了那结界铠甲，强大的结界铠甲竟也瞬息便焚毁。紧接着，更为磅礴的黑色气焰喷涌而出，且是向四周喷涌。剩下的17道结界铠甲被那黑焰吞没之后，也是瞬息之间便被焚毁。见此一幕，莫说楚风与小鱼儿，就连那些叛徒也是愣在了原地。此时此刻，他们都能感受到一股极为恐怖、一个强大到难以估量的气息正在源源不断的自戒天体内释放而出。可就在此时，天地开始颤动，无数散发星光的符咒纹路凭空出现在了天际之上，并且快速汇集，很快形成云层，是真正的遮盖住了天空。随后，那星光符咒宛如暴雨一般倾洒而下，但最终又汇集到一个点。那星光符咒是奔着戒天而去的，不是戒天，是戒天体内那强大的黑色气焰，是封印力量。楚风看出来，那星光符咒是这星念领地的封印力量，他们是要将戒天体内的黑色气焰封印。可那星光符咒靠近戒天之后，便纷纷粉碎，根本无法真正的靠近戒天。不妙！见此一幕，楚风心中一紧，那星光符咒是极为强大的封印力量，可却根本无法封印戒天体内的力量，足以证明那力量更为强大。结！此刻，一阵无比阴森的笑声自戒天的体内传来，与此同时，那黑色气焰的喷涌更加汹涌。眨眼间，那黑色气焰便已高达100万米，是真正的贯穿天际，连遮盖天际的星光云层都被粉碎。但很快，那黑色气焰又开始回缩，最终高度定格在了10万米。此时的它已不再是单纯的气焰，它已经有了具体的轮廓，那是一个体态4人，但却有着18条修长手臂的怪物，血红色的双眸更是宛如2轮明月，藐视众生。原来他就在戒天体内吗？看到这个黑焰怪物，楚风一眼就认出，这正是内阵法之中的躯壳，他便是那邪恶力量本体。拜见圣尊大人。此时，那些叛徒已是全部跪在地上，不知是激动还是害怕，他们的身体都在颤抖。忽然，一道身影来到楚风身旁，是小鱼儿。他抓住楚风，施展全力，想要逃离此地。逃，只有逃，这
这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存在。莫说之盛下结界铠甲力量的小鱼儿，就算是拥有刚刚那星光阵法的小鱼儿，在这个黑焰怪物的面前，也是撑不过一个回合。他们的实力是真正的天地之别。小鱼儿很快转瞬之间便已将借天与那黑焰怪物远远的甩在身后，看不到他们踪影。可忽然，小鱼儿失去御空之力，与楚风一同狠狠地摔在了地上。强大的威压不仅将他们从高空压迫到地面，在地上更是轰出一道巨坑。是借天无形之间便出现在了前方的虚空之上。不是借天，准确来说是那黑焰怪物。毕竟借天的身上还升腾着那黑焰怪物的滔天气焰，他们二人宛如一体。仙海鱼儿，我早就说过，我已立于不败之地。借天看着跌落在深坑之中的楚风与小鱼儿，眼中满是轻蔑。而小鱼儿也终于知道，为何借天从始至终都有恃无恐，原来他的体内有着如此可怕的东西。大哥哥，抱歉，连累你了。绝望之际，小鱼儿看向楚风，目露惭愧。他知道，若不是因为他，楚风不会卷入这场争斗。说什么傻话？楚风笑着揉了揉小鱼儿的脑袋，那是安抚他不必自责。可就在此时，自借天体内延伸而出高达10万米的黑焰怪物，却传来了浑厚无比且阴森低沉的声音：“你叫什么？”那血红的目光盯着楚风：“与你有关。”楚风反问。事已至此，楚风并不打算屈服，因为面对这种存在，哪怕他父亲留给他的守护阵法，楚风也觉得难以回天。挺有骨气，可骨气不能让你活着，但本圣尊可以。本圣尊很欣赏你，只要你愿拜入本圣尊门下，本圣尊可饶你一命。那黑焰怪物此话一出，借天则不甘了，他赶忙开口：“圣尊大人，此子住口！”可借天话未说完，便换来了那黑焰怪物的一声怒斥。此刻，借天就算再不情愿，却也只能闭嘴。只是他气得双拳握紧，眼中满是不甘。他费尽力气才获得这个机会，却不曾想一直捣乱的与之与他作对的楚风，竟也获得了与他相同的机会。怎样，小鬼，你愿意吗？那黑焰怪物继续问道。愿意。楚风毫不犹豫的点头。好，不过你需要向本圣尊证明你的诚意。黑焰怪物说道。如何证明？楚风问。那黑焰怪物手只对着楚风一点，一团黑色气焰飞向楚风。那黑色气焰并未攻击楚风，而是覆盖到楚风身上。楚风感受到了极为强大的力量，可这却只是那黑焰怪物的一丝力量而已。当这力量附加在身上，楚风更清晰地感受到了他与这黑焰怪物的差距究竟有多大。杀了他！黑焰怪物指向了小鱼儿。听闻此话，楚风剑眉倒竖。你确定？确定。黑焰怪物道。好。楚风点了点头，旋即看向小鱼儿，眼中闪过一抹狠色，随后单手握紧，全部黑色气焰自其身上退去，集中在其手中，化作一把黑焰长枪。只见其手臂一挥，那黑焰长枪化作一道黑线，直接飞向了借天。可还未靠近借天，便被定住了。是那黑焰怪物做的。一阵震战天际的狂笑响起，但那笑声却仿佛是死亡的预警。楚风知道他真的活不了了。笑声停止，那恐怖的血红眼眸再度落在楚风身上。小鬼，本圣尊给你机会，你不要是吗？借天，他的命交给你了。话落，那被定住的黑焰长枪便落到了借天手中。与此同时，那黑焰怪物也是彻底从借天身体脱离而出，二人已不在一体。恢复自由后的借天手握黑焰长枪，却并未对着楚风丢出，而是手持黑焰长枪飞掠而下，对着楚风的胸口便刺了下去。对于他而言，仿佛唯有这样亲手将楚风刺死才更解切。至于楚风，他已是动弹不得，只能等死。可是就在那黑焰长枪即将击中楚风胸口时，却停了下来。此时借天也愣住了，因为他刺不下去，有无形之物挡住了他的攻势。尽管他用尽力气，可仍是不行。那黑焰怪物也是察觉不对，于是手指一点，更为磅礴的黑色气焰融入那黑焰长枪之中。那黑焰长枪的威力比先前强大了100倍不止，同时借天的力量也随之增强。借天发出怒吼，浑身青筋已然暴起，他拼尽全力再将那黑焰长枪刺向楚风，而黑焰长枪也的确开始向楚风胸口靠近。可就在即将接近楚风胸口之际，楚风的胸口处光芒流转，随后竟有一只手掌自楚风胸口伸了出来。那手掌抓住黑焰长枪，砰的一声，黑焰长枪粉碎开来，长枪粉碎化作涟漪，直接将借天轰飞而去，狠狠地撞在远处山脉之上。见此情形，那黑焰怪物也不再旁观，而是直接一条巨手飞落而下，拍向了楚风。他亲自出手，大地都剧烈抖动，威势全然不同。可只见那从楚风胸口延伸而出的手掌对着虚空一指，一道金光顺其手指掠出，竟将那黑焰怪物的巨手斩成2段。此时黑焰怪物也是发出一声惨叫，再度看向楚风，眼中浮现惊恐。忽然这方天地再度剧烈震动，与此同时，天地之间无数星光符咒再度浮现，那规模是先前的数10倍不止。星光符咒再度形成云层，遮盖天际，但这一次那云层之中电闪雷鸣，甚至还能够听到低沉的诵经之音，神圣无比，却又无可匹敌。糟了！看到这一幕，那黑焰怪物血红的眼眸之中惊恐之色更浓。他深知那星光符咒是什么，就是用来封印他们这些擅入者的。刚刚对他封印的星光符咒，他虽挡了下来，但也是经过多年的潜伏，学会了规避之法。可眼下的星光符咒若是落下，他根本没有任何机会。刹那间，星光笼罩大地，无数巨剑自云层飞掠而下，不再是雨点，而是巨剑。可那巨剑数量之多，却也如暴雨一般倾洒而下。不过那巨剑暴雨攻向的不是黑焰怪物，而是楚风。这一次的封印力量是因楚风而起。可就在此时，楚风体内传来一声轻笑，就是这一声轻笑，引得天地震荡，万物崩塌，周围这无边山脉
瞬息之间被夷为平地，肉眼可见之地，除了他们外，已是空无一物。至于那漫天巨剑同样粉碎，甚至连所有星光符咒也在这一瞬间飞灰烟灭。看到这一幕，莫说界天，就连那黑焰怪物也是愣住了。而就在此时，楚风周身光芒大盛，在那光芒之下，一道身影从楚风身体走了出来。你是？看到那道身影，黑焰怪物再度开口，声音之中已是带有难以掩饰的惊恐。此人有多恐怖？如果说楚风他们与他比是天地之别，那么他与此人比同样是天地之别。真是岁月无情，连你的主子都不认得了吗？那道身影对黑焰怪物说道：主子，本圣尊没有主子，你到底是谁？黑焰怪物声音中虽恐惧不减，可却也充斥着诸多疑惑。是他，但相比于那黑焰怪物，当听到这声音那一刻，楚风便知道了他是谁。他便是那个在楚风与图腾龙族以及图腾凤族还有血晶麒麟族一同进入那座大阵时，提醒楚风龙成宇等人会有生命危险的人，给予楚风罗盘，让楚风有机会提升修为，且破开大阵的人也是他。但楚风没有想到，这个人他竟藏在自己的身体里，可楚风却毫无察觉。我是谁？真的不记得了吗？话罢，那位周身光芒散去，只见那是一个长相平凡之男子，长相平凡，穿着也很平凡，一袭白衣虽一尘不染，可那布料并非至宝，而是再普通不过的那种。可相比于他这朴素的打扮，平凡的长相，其身后所背着的那把剑，却让楚风眼前一亮。这把剑通体银色，剑柄看着也很普通，但楚风知道此剑绝对很不寻常。不过因为有剑鞘在，也看不到此剑剑身。那剑鞘是皮质的，乍一看寻常，可楚风仔细观察，却能感应到那皮质内有着非同一般的王者气息，与图腾龙族的血脉气息是一脉，但却强大得多。那是龙皮，真正的龙皮打造而成的剑鞘。不止如此，剑鞘内部的纹路看似不规则，实则乃是结界符咒，极为强大的封印力量。封印何物？必然是封印那剑。何等强大的剑，需要如此强大的剑鞘来封印？此剑绝对极为利奥的，而能有此剑者，必然更为利奥的。在楚风观察此人之时，小鱼儿、界天以及那黑焰怪物也在观察此人。相比于楚风，那黑焰怪物那恐怖的血红双眸中，则仍透露着更多的迷茫与不解。看来当年的那件事，也让你丧失了记忆。无碍，我会让你记起。话罢，那男子大袖一挥，一幅画卷飞掠而出，画卷来到黑焰怪物头顶之上，随后打开，顿时虚空一颤，一道强大的结界阵法从天而降，笼罩在了那黑焰怪物的头顶。是他。看到那幅画卷以及此时这位展现出的气息，楚风已经知道此人是谁。楚风，他是那个众生平等殿的主人吗？是那个乱世书生？女王大人问。就是他，不会错，他果然还活着。楚风很是确定，毕竟当日在结界画师让楚风帮忙看那幅画的时候，楚风就已经窥探到那画是一个世界，而那世界内有一口棺材，棺材内有一个强大存在。当时楚风就根据那位与众生平等殿的气息，判断他可能就是乱世书生。此时眼前男子从画中抽取阵法，且气息与当日楚风所发现的关中之人相同。若不是他，又会是谁？他怎么进入你身体的？是在众生平等殿的时候吗？女王大人问。不是那个时候。楚风说道。那是什么时候？女王大人问。可还不待楚风回答，那黑焰怪物便发出刺耳的哀嚎。那阵法笼罩下，黑焰怪物面露痛苦，是特殊的力量在其脑海回荡。而与此同时，那名男子也是开口。你潜入此地，花费多年时间与此地相融，以此避免此地力量将你封印。但你可还记得是谁让你潜入此地？又是谁帮你潜入此地？又是谁给你下达了命令，让你窃取这太古星海的秘密？男子的声音回荡，响彻整个世界。那不是寻常的开口，在其说话之时，也是蕴藏着结界之力。而那男子话音落下之际，黑焰怪物整个神态都变了，尤其眼神变化最大。大人，乱世书生大人。黑焰怪物说话的同时，竟俯身跪下。哪怕之前他已经意识到这个男子有多强大，却也没有做出任何臣服之举。但眼下，当他得知此男子身份之后，便立刻跪下，说明此人真的是他的主人。而他那句话更是验证了楚风的猜测，此人就是乱世书生。乱世书生大人。当那黑焰怪物开口之后，界天也是满眼震惊。显然他也听闻过关于这乱世书生的名号，但也正常，毕竟界天来自七界圣府，七界圣府不知掌握了多少远古遗迹，知晓乱世书生也并没什么可稀奇的。大人，您总算来了。此刻巨大身躯的黑焰怪物竟带着些许哭腔，他不是害怕，而是想念。看得出来他原本与这乱世书生的关系很好，主仆情深，不然不会如此。哭什么？丢人现眼。乱世书生瞥了他一眼，旋即看向楚风。有什么想问的吗？乱世书生对楚风问道。前辈，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众生平等殿吧？楚风问。我就在那画中的棺材内。乱世书生微微点头。吆喝也是前辈的宝物。楚风又问。楚风一直在思考这位是如何进入自己体内的，而他能想到的答案便是那吆喝。当初他们在吆喝内接受了历练，楚风更是承受磅礴的黑色气焰进入体内，但最终什么好处都没得到。楚风之前不解，现在则是明白了，吆喝内的试炼是在挑选合适的人选，为的就是让此人借助吆喝的力量进入自己的体内。是，如你所想，吆喝是我精心准备的手段，那力量能规避感应，为的就是让我与你相融，不被发现。乱世书生说道。不被发现，是不被太古星海内的力量发现吗？楚风问。他这种人物能够怕谁？楚风能够想到的唯有这太古星海的阵法力量。乱世书生点头。进入太古星海那条路也是前辈开辟的，
楚风又问，乱世书生再度点头，就连我变成阵法人，也是前辈做的，为的也是不被此地力量发现。楚风又道，听到这里，乱世书生笑了，全被你说中了，前辈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进入此地，而不被太古星海的力量发现，但进入此地之后要做的事，便是这心念领地内的秘密了吧？楚风又问，皆如你所说。乱世书生点头，那前辈现在是有把握了？楚风又问，还没有把握。乱世书生道，听闻此话，楚风也是一愣，先前乱世书生展现的力量，已经不惧怕太古星海内的封印之力，没想到他居然仍没把握，那岂不是说太古星海的力量真的比乱世书生更强？问了这么多，也让我问你一次。乱世书生道，前辈请问。楚风说道，知晓我秘密者不可活，你觉得你能活吗？乱世书生说这话的时候是面带笑意的，可他的笑容却让楚风毛骨悚然。晚辈觉得我能活。楚风说道，何以见得？乱世书生问，前辈虽利用晚辈进入此地，但一路却对晚辈多有帮助，但前辈本可以不给我这些帮助，大可以从一开始就威胁晚辈，让晚辈听从前辈指挥行事，以前辈的能力这样做也完全没问题，但前辈没有这样，已说明前辈并非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之人。楚风说道，听闻此话。乱世书生则笑了，楚风，你看错人了，我并不是什么好人，你们想活可以，但必须替我做一件事。乱世书生道，前辈是要我进入内宫殿内？楚风问道，对方既然来此是为了那宫殿内的秘密，现在需要楚风帮忙的，自然也就是与那宫殿有关，是你们进入，而不是你自己。乱世书生此话说完，大袖一挥，三重光束分别掠向楚风、戒天以及小鱼儿的额头之中，那是阵法。那阵法刚刚进入额头，戒天便抱头哀嚎，紧接着小鱼儿也是捂着脑袋，面露痛苦，唯有楚风没事，但楚风却也不知为何他们二人会如此痛苦，而自己却安然无恙。这是对你们三人的约束，对彼此不可存在杀意。你们两个现在之所以头痛，就是因为对彼此有杀意，控制住那杀意，便不会承受阵法之苦。乱世书生对戒天与小鱼儿说道。他此话说完，小鱼儿与戒天也是接连好转，而他们的好转也正是按照乱世书生所说的方法，强行压制住了内心的杀意。这足以证明乱世书生这约束阵法真的非常恐怖，竟能洞察他们心中的杀意。你们三个现在是一条船上的人，若是想死可以内讧，但若不想死，可绝不只是不内讧这么简单。你们三人开启那道门，然后进入其中，给我完成里面的所有考验。记住，若是不能完成考验，不能得到我想得到的，那你们三个就要死。乱世书生此话说完，楚风便感觉周围场景一阵变幻。当一切停止之时，楚风等人已是跟随乱世书生回到了那座宫殿的大门前。乱世书生对着那宫殿一指，一座阵法浮现而出，而那阵法有3个阵眼，2个结界阵眼，一个武力阵眼。他竟布置出了武力与结界之力融合的阵法。楚风惊叹乱世书生的手段，因为身为界灵师，他知道这样的阵法有多难。这乱世书生对结界之术的运用，是真的已经到了登峰造极、信手拈来的地步。开始吧。乱世书生道。见状，楚风直接踏入了阵眼之中。小鱼儿也是聪明人，他没有仗着自己身份特殊有任何抗拒，甚至当乱世书生现身之后，他连话都没说，因为他很清楚，面对这种存在，他亮出身份没有用处，对方在此地杀了他，他的家人也不会知道。于是小鱼儿也是乖乖的踏入阵眼之内。至于那戒天，同样不蠢，也是乖乖踏入阵眼之内。这阵法极为强横，三人催动之下，那难以开启的宫殿大门伴随阵阵轰鸣，很快便彻底开启。阵法开启，楚风三人便向宫殿大门走去。可刚要靠近大门，楚风便知道乱世书生为何不自己进去了。首先，大门之中有结界屏障，虽是无形的，但似乎也足以阻挡乱世书生。但最重要的是，楚风能够感受到这宫殿内蕴藏着深不可测的力量，那不是简单的结界力量，也不是简单的武力，但总之非常强大，甚至比这星海世界地底深处阵法力量之源头那座城池大阵还要强大得多。可以说完全不是一个等级。想必乱世书生早就知晓这里面的力量多不简单，他也没有把握可以对抗那宫殿内的力量，所以还要楚风三人帮忙。只是这屏障不仅可以阻挡乱世书生，连楚风也被挡在了外面。但小鱼儿与戒天已顺利的踏入其中，可楚风却进不去。前辈，我进不去，应该只有接受过太古星海历练之人才有资格进入其中。楚风回头对乱世书生说道，想办法进去，我知道你可以，不然若是他们两个无法完成宫殿内的考验，你也别想活。乱世书生道，前辈，我不是不想进去，是真的进不去。楚风没有说谎，因为他没有不进去的理由，毕竟放任小鱼儿与戒天在里面，楚风也不放心，他是真的进不去。我来帮你。乱世书生说话间走到楚风身前，随后手掌按在了楚风的后脑勺上面，顿时一股柔和且强大的结界力量融入自己的双眼，用你的天眼仔细观察这屏障。乱世书生提醒道。其实不用乱世书生提醒，楚风就已经动用了天眼，这才发现先前看不穿的东西，此刻竟能够看穿了。但其实这种情况也不是第一次发生了，楚风早就察觉，自从进入星海世界，楚风的天眼已经几次展现出了超乎寻常的观察力。之前楚风还有些不明白，现在他明白了，原来都是这乱世书生暗中帮忙，只不过之前乱世书生的帮忙还很是隐秘，楚风都察觉不到，但是此刻却毫不掩饰自己的帮助，所以楚风的天眼比之前的任何时刻都要强大得多。楚风按照天眼所发现的破解方法，于是在自己身上布下了隐藏阵法，只是当楚风踏入其中的时候，却是面露痛楚。哪怕有隐藏阵法，可是想穿过这屏障却也很不容易，毕竟楚风的结界境界与此地的阵法
完全不匹配。但楚风还是咬紧牙关，开始强行进入那屏障之内。此时，那黑焰怪物再度出现在乱世书生身旁，但眼下的他已并非高达10万米的巨大身躯，而是化作了10米的高度，但不再是气焰状态，而是实体，就连整个气质都变了，不再是无法无天的状态，反而更像是一个仆人。大人，以您的手段，完全可以帮他增强阵法力量，让他轻松穿过那屏障，您为何不帮他，反而要让他承受阵法阻挡之苦？黑焰怪物问道。他必须靠自己，否则可能会有麻烦。别小看了这太古星海。乱世书生道，属下潜伏此地这么多年，都未能拿到大人想要的东西，自然是不敢小看这太古星海的。黑焰怪物说这话的时候是苦笑着说出来的，因为恢复记忆之后，他记起了全部。他可是从远古时期便进入太古星海，一直潜伏到现在。可哪怕这么多年的潜伏，这么多年的适应，可他仍连真身现世都难以做到。最近他的力量开始增强，才使得他终于可以以真神现世。但现在他明白，他力量增强并非无缘无故，因为他的力量增强恰好是楚风进来之后，实际上是乱世书生进来之后，他的力量才开始增强。这完全都是乱世书生的帮助。你携带我的阵法潜入此地，潜伏的同时也在用我的阵法对此地进行渗透破坏。虽然耗费的时间是久了一点，但却已经破坏了太古星海的防御阵法。如若不然，就算我附在这楚风身上，也会被太古星海的防御阵法察觉，根本就进不来。其实你的任务早就已经完成了。乱世书生道。听闻此话，黑焰怪物为之一愣。原来从一开始，乱世书生就没打算让他来拿到这太古星海的秘密，他的任务就只是破坏此地的防御阵法，让乱世书生能够进入此地。当楚风穿过无形的屏障，宫殿的真容也是映入眼帘。宫殿内部并不华丽，此时眼前所在之地乃是一座大殿，但大殿深处乃是一道长廊，长廊深不见底，看来考验藏在深处。而无论是眼下所在的大殿，还是不远处的长廊，打造这一切的皆是尽显朴素的石板。眼前所见虽然的确恢宏，但却并不华丽。小鱼儿就在门口等着楚风，但令楚风意外的是，谢天竟也站在那里，那个架势好像也是在等楚风。大哥哥，你没事吧？小鱼儿见楚风有些虚弱，赶忙上前询问。没事，因为没有接受历练，进入这里倒是遇到了一些小麻烦。楚风解释之后，又看向小鱼儿，结界铠甲失效了。楚风发现，虽然小鱼儿的身上虽然还穿着结界铠甲，可那结界铠甲却已然没有了之前的力量。此时小鱼儿完全是自己的气息，进来之后，结界铠甲的力量便不见了。小鱼儿说道。见状，楚风赶忙观察自己的乾坤袋，那18道结界铠甲，楚风是收到了乾坤袋内的。观察后发现，18道结界铠甲竟也没用了，阵法力量就像是被抽空了一般，必然是刚刚那屏障的原因。怎么没有了结界铠甲便心虚了？要冷嘲热讽的声音响起，乃是那界天。可还不待楚风回答，小鱼儿便冷冷的道：没有了结界铠甲，心虚的不应该是你吗？小鱼儿说这话的时候，绝美的小脸之上有着绝对的自信，在这里已经没有任何限制。没了结界铠甲，他们依靠的便是自己的本事，但也正因为大家依靠的都是自己的本事，小鱼儿才会有如此自信。我并没有打算与你们动手，暂且放下恩怨，我们联手，否则若不能完成任务，我们都要死。界天说道。没想到他居然还有这种觉悟，当然他之所以会有这种觉悟，乃是因为他真的不想死。未必，楚风说道。未必？你未必什么？界天问。就算无法完成任务，我们也未必会死。楚风道。听闻此话，界天笑了，笑得嗤之以鼻。你凭什么如此断定？就因为那位乱世书生是通过你才进入此地，还是因为刚刚他现身，阻止我杀你？你可真天真，你根本就不了解他是什么人。界天说这话的时候，不仅一副高高在上的态度，看楚风的眼神也是一副看待土包子的模样。哪怕楚风已经凭借结界铠甲击败过界天，可楚风却未能赢得界天的尊重。你了解？楚风问。我也不了解，但我知道他之狠辣，远超你之想象。他是远古时期最赫赫有名的存在之一，乃是远古时期最强的界灵师，而能走到那个位置的人，怎么可能心慈手软？界天问。是否心慈手软都先不管，当你说出他是最强界灵师的时候，我便知道你对远古之事了解并不充分。楚风说道。什么意思？界天剑眉竖起。我在说他心狠手辣，你扯什么？我了解的充不充分，这有关联吗？你了解的不充分，却又要装作什么都懂的样子，还不许我说了吗？怎么7届圣府的人就这么玻璃心啊？就许你装逼，不许我拆穿。楚风讽刺的道。你他界天目露怒意，恶狠狠地瞪向楚风。可下一刻他便抱头蹲在地上，满脸的狰狞与痛苦。而看到他这个样子，楚风与小鱼儿也丝毫不意外，那必然是乱世书生为了防止他们自相残杀所留下的束缚阵法起了作用。不过界天也很快调整好了状态，他再度起身，都不敢再看楚风，本怕看到楚风他又怒火攻心，又杀意浮现，使得那阵法又再度惩戒于他。我不想与你们废话，我说过了，若想活命，我们需要联手，并且行动也要统一，需要配合。而这种地方我最有经验，你们两个最好。可他话还未说完，小鱼儿便说道。最好听你的，做梦。仙海鱼儿。界天看向小鱼儿，做人要拿得起放得下，现在可不是你耍大小姐脾气任性的时候。此时楚风也是道。我也不赞成听你的。听闻此话，界天脸色变得阴沉，但他更不敢看楚风了，而是将目光直视长廊深处。好，很好，既然你们想死，那便由你们吧。他说这话是咬牙切齿说的，且此话说完便向长廊行去。这家伙他狂什么？大哥哥，要不要我替你教训他？小鱼儿走到楚风身边问道。这可不是暗中传音，而是光明正大的说的。而听闻此话，前行的界天则是忽然止步。教训我？
若真的出手，你的怒火会引来杀意，倒是你可以试试看，那阵法会不会制裁于你。戒天对小鱼儿说道。小鱼儿目露寒光，可不待他说话，楚风的声音便响起。戒天，你真的以为有这阵法束缚，刚刚的恩怨就能一笔勾销了？楚风说话间向戒天走去。见状，小鱼儿则是担心楚风，紧随楚风跟了过去。就算有那束缚阵法，可戒天的实力却是强于楚风的，小鱼儿也实在放心不下。万一那戒天强忍束缚阵法真的对楚风动了杀手，可怎么办？楚风来到戒天身前后，直视戒天。首先，这里有你或没你，影响都不大，别觉得缺你不可。但我楚风也是明事理的人，既然那位前辈要我们联手，我可以暂时放下恩怨与你联手，但你记住，休要动什么歪心思，否则我绝对不会惯着你。并且，你若真想活命，那你从现在起，一切便都听我的。楚风说道。听你的？你配吗？戒天讽刺地笑了起来，他根本就不把楚风放在眼里，怎么可能听楚风的？见状，楚风也笑了。你好像很不服，服？你就只是一个趁我不备，耍奸使诈的东西而已。别忘记你战胜我的结界铠甲，那也是我造的，你有能让我服的本事吗？戒天问。听闻此话，楚风笑容变了，而那笑容竟让戒天感觉浑身不适。可戒天依然不惧，反而心生一计，于是他挤眉弄眼，满面挑衅，指着楚风的鼻子说道：我戒天就是不服你，你算个什么东西？难道你还敢打我不成？啪！他话未说完，一个响亮的耳光便落在了他的脸上。这出手的正是楚风。楚风这一巴掌其实伤不到戒天，但伤害不大，侮辱性却是极强。戒天被楚风掌了这一记耳光，顿时火冒三丈，杀意浮现。你这混账东西！可下一刻，他便扑通一声跪在地上，抱着脑袋，疼的身体都在瑟瑟发抖。见状，楚风抬腿一脚，直接踹在了戒天的脸上，将戒天踹了个人仰马翻。接连被楚风殴打，戒天更加恼怒，可换来的代价则是那束缚阵法更加强烈的惩戒。可恶！戒天不知道是疼还是愤怒，他趴在地上的同时，双拳紧握，双臂的青筋都为之暴起。终于，他平复了下来。可楚风走上前来，对着他的面门又是一脚。这一脚过去，戒天再度人仰马翻，那束缚阵法也再度因他的杀意升起，而开始折磨于他。无奈之下，他只得压制杀意，而杀意刚刚压制下去，那阵法刚刚平静，楚风则是再度出现在了他的面前。混账！见状，戒天则是释放出结界之力，想用防御阵法来保护自己。既然不能攻击，那防御总没问题吧？可答案是，那防御阵法还未成型，他便再度疼得倒地不起。面对楚风，居然连防御都无法使用，还想防我？见状，楚风抓住戒天的头发，对着他的面门当当当的又是猛踹三脚。这三脚下去，戒天怒火滔天，阵法的折磨越发强烈，花费好长一段时间才平复下来。可阵法刚刚平复，楚风又走到了他的面前。见楚风又要动手，戒天赶忙举手求饶：停，别打了，我服了还不行吗？我听你的还不行吗？而不知是太过愤怒还是太过委屈，他说话的时候竟带着哭腔的，甚至他眼角都含着泪光。